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2月22日，星期天。那么按照惯例，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周末的复盘总结，让大家知道上周发生了什么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上周，以及对下周的一个行情做一个推演。我相信这个周末让大家都过得比较的煎熬，因为你打开手机，打开你的电脑，铺天盖地都是川普和伊朗互相放狠话的新闻。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火药味儿是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，再加上周五那个烂得一塌糊涂的 PMI 数据，让很多人的心态都崩了。那么觉得这个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滞涨的前兆，经济要衰退，通胀又要抬头，美股这回真的可能要完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思维只停留在这一层，你看到很多的噪音，那么你就是典型的韭菜思维。如果你不想当韭菜，想在盘中接受我的信息的话，一定要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因为在周五非常难做的一个周五，我们在会员群12点半的时候呢，通知大家去进行入场，这是我们会员群朋友盈利的一个情况。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都去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群，然后呢都浮亏了很多，然后现在畏手畏脚。但是像我们这位朋友，他刚刚进我们群1个月，就发现我们盘中的喊单是正确率100%，而且呢据不完全的统计，我们年初至今做的一些日内，这只是一部分的日内哈，我们的胜率也是达到100%。如果大家想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拿到盘前盘中的精准的点位和方向通知的话，那么一定要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可以来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的链接。那么如果你加入 YouTube 的会员的话，只有博士班是每天的点位和 Discord 的会员群同步的，但是博士班没有群。如果你想要加群的话呢，还是来我们的 Discord 的会员群好吗？那么这期视频我想给大家做一个非常有风险的动作，因为很多人都在喊空，都在担心周一低开崩盘的时候，我会在旗帜鲜明的地方告诉你，现在的恐惧是主力送给你最好的礼物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我们先来复盘一下周五那个极其诡异的盘面。大家回想一下，当时周五有很多的数据出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鬼故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制造业萎缩，服务业跳水，数据不达预期，按理说这是基本面的坍塌，对不对？美股应该直接的给你来一个挫折的下跌，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，像 SPY 它就是在我们经常给大家讲的680这一带附近晃了一下，然后呢就像碰到了弹簧一样，迅速的收了回来，甚至还有力的去要挑战690。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一跌一收之间，华尔街其实已经把牌摊开给你看了，主力资金在告诉你，他们不在乎经济好不好，他们只在乎美联储救不救。当地缘政治越紧张，当经济数据越来越难看，美联储其实你要关注它，它手里的牌就越少。他们不敢加息，他们甚至必须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而提前暗示降息。所以说，周末这些让你睡不着觉的坏消息，在算法交易的逻辑里，全部都是流动性宽松的催化剂。听懂了吗？这个才是想砸砸不深的真正底层逻辑，因为下方有无数张嘴巴盯着美联储放水的嘴，在680这个位置张着，等着接你带血的筹码，好吗？那么逻辑上面我们讲通了，我们现在来看大家上证据。好了 ，SPY 的这张图重中之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周五的收盘，它收在了哪里？689.43。很多人盯着上面的 MA20、MA30，他就说均线压头，这是死叉，这是压力位，过不去的。我告诉你，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因为在这个市场上，均线从来都不是用来看的，而是用来试的。你看一下最近这5根 K 线，每一根都是有比较长的下影线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意味着每一次空头试图把价格打下去，去测试680这个整数关口的时候，多头的买盘就像铜墙铁壁一样挡在那里。这个在技术分析里面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流动性枯竭后的底部拒绝，是变盘的前兆。下周初一旦地缘政治的消息，哪怕是有个低开，只要能够重新站上689，这个就是标准的空中加油的形态。上方的700点。那就不算是阻力，就是磁铁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纳指 QQQ 这边，纳指 QQQ 这边呢，看似没有 SPY 那么的漂亮，但是我要跟你讲的关键点是什么呢？就是600的这个点，这个点的位置叫做什么？叫做 W 底的右侧确认。因为之前它是从哪里跌下来的？它是从这个地方636跌下来，市场一度接近绝望。那么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在593这个位置。
已经守住了。那么周五的这根阳线虽然说它的涨幅只有 0.88%， 但是它不仅站上了我们的5日线，站上了10日线，更重要的是它配合了温和放大的成交量，这一点非常的可以，量价配合完美无缺，这说明资金它有在从防御板块回流到科技成长股板块。所以说关于大盘，我的直接结论是什么？如果说 SPY 的680是铁底，那么 QQQ 这边的600就是金底。下周只要不出现真正的所谓的那种要爆发式的战争，那么爆发式的战争我们也没有办法，不能做交易了，对吧？那么任何的回踩都是你把之前下的丢掉的筹码捡回来的最后的机会。那么板块与个股之间我们如何在混乱中配置确定性？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在担心伊朗的问题，就是万一真的打起来了怎么办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要看大盘，我们还要看具体的战术的配置。我建议大家一手持剑，一手持盾。盾是什么？盾你可以去做一些配比，做一些石油或者是黄金的配比，并不是说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标的，而是他们是你保护你的账户的一个盾。那么在这个动荡的周末，我相信如果说你有持有石油股的话，这个就是你账户里的定海神针。像川普跟伊朗这边闹得越僵，霍尔木兹海峡越紧张，油价的溢价它就会越高。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油股，它现在的一个走势就是完全独立于大盘的，它是我们用来对冲地缘风险的一个工具。如果说周一因为消息面大盘低开，我认为像一些石油的个股，它还是会稳定的上的。那么这部分的利润其实可以刚好抵消掉你科技股的波动，这就是专业投资者和散户之间的区别。我们不要去做单边的赌博，一定要做好就是对冲风险。那么其次，我建议大家去拿好你手中的剑是什么？就比方说像英伟达，像谷歌的话呢，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，我跟大家前几天上周的视频我讲了，现在就是在做底。你可以看到周五的时候就是一根非常漂亮的高1的阳线。为什么我敢让你在战争阴云下去买科技股？因为你要知道一句话，不管仗打不打， AI 的军备竞赛它不会停。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它的一个走势，典型的高位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在等着，它在等大盘情绪的一个统一。英伟达是在7姐妹里面算是走的比较的强的，现在的英伟达就像是暴风雨前的一个宁静，它没有跌，而且呢，它还在涨，说明它里面的资金非常的淡定。只要 QQQ 这边确认有一个反转，继续的冲高，我认为英伟达它会是第一个冲破历史新高的一个先锋。我们再来讲一下谷歌，我也是跟大家反复在讲，它是有一个价值洼地的，它现在的价格可以说是跌无可跌，日线级别的底背离已经修复完毕，现在就是在磨最后一点耐心。如果你是长线投资的基金，我认为你的做谷歌比你存银行要安全安心太多。再来，我们跟大家讲一下特斯拉它是什么呢？情绪的放大器。我想提醒大家，虽然马斯克跟川普的关系时好时坏，但是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，特斯拉往往会先跌为敬。所以说对于特斯拉，我的策略是什么？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。如果周一它能够跟随大盘扛住抛压，并且站稳关键的均线，那个就是右侧进行的信号。现在呢，你先看戏，别急着接飞刀，除非你在我们的会员群，我们已经告诉了大家在哪几个阶段你可以去入多少仓，这个呢都是给大家规划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在我们会员群一步一步的去教会你如何去抵抗这些风险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下周的一个剧本的推演，我们把以上的逻辑串起来，来推演一下下周。受到周末新闻的影响，大盘有这个概率会有一个低开，好吧，有一个低开，但是低开太多呢，也不一定，我们要看明天盘前和盘中的一个动作。如果说你看到它去试探685甚至是瞬间的击穿一下，制造一种破位的假象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交出你的筹码，因为大概率是主力的借力打力，他会利用散户的恐慌盘完成最后一次深蹲的洗盘。你最好关注一下美东时间10点半之后的时间节点，如果大盘低开高走，或者是在一个窄幅区间里横住不跌，那么就是多头反攻的一个号角。那么周二到周五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漂亮的主升浪的确认周。因为如果说仗打不起来，美联储不得不割，情绪会有一个迅速的反转。所以说呢，我认为下周我们看到 SPY 站上693，或者是 QQQ 这边站上哪里？站上这里，站在616去补一个缺口，
开始新一轮的上涨，我觉得是可以去期待一下的。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，宏观这边周末的地缘政治，我告诉大家是噪音 ，PMI 衰退是利好，不要搞反了。大盘这边680和600是本轮调整的一个终点，现在的话呢，进行一个磨底，是起飞前的一个蓄力。操作的话，你要去进行做多，不要去做空，好吗？如果说你要作为一个对冲，你可以配置你总仓位5%到10%的黄金或者是原油，防止黑天鹅，让自己拿得住单子。再加上跟大家讲一下你的心态问题，不要做那个在黎明前因为一声炮响而被吓死的逃兵。华尔街有一句名言，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，在犹豫中上涨。现在的市场就是那种让你觉得难受，让你觉得犹豫的阶段，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让你贪婪的时候。带上你的逻辑，带上你的信仰，我们下周盘中我们随时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更新，希望大家呢能够跟随我们密集投资频道，随时来进行数钱。那么欢迎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深度分析对你来说有帮助的话，欢迎大家一定要帮我点赞。如果你想拿到盘前盘中的精准的信息的话，那么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。现在附图这边是有优惠活动的，大家用我视频下方描述栏的链接可以来开户入金，加入附图木木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有所收获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